老爸去世后给我留下了一笔2万元的遗产。然而当我去银行办理相关手续时，银行柜员却要求我提供一系列复杂的文件来证明我爸是我爸。为了这些复杂的文件，我跑断了腿，最终还是无法解决。正当我准备放弃时，银行却突然联系我说我父亲生前还有100万的贷款未偿还。你好，取钱，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存单，他上周去世了，我来办理遗产质取。话完，我将一沓厚厚的资料递进凹槽，柜员柳如烟慢吞吞用2根手指嫌弃地捏起那堆资料。3分钟后，资料被重重地甩回了凹槽。办不了，遗产超过1万块，若是直系亲属代取，必须要提供公证处的继承权公证书。为什么？死亡证明、户口本、我的身份证、存单都在这儿了。我爸妈早年离异，我又是独生子，这户口本上写的清清楚楚。再说了，我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为什么还要公证？柳如烟听到我说的话，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笑话，嗤笑几声，翻了个白眼道：户口本只能证明他在这个本子上是你爸，证明不了他在法律上只有你一个儿子。万一他在外面有私生子呢？万一他立了遗嘱把钱给保姆了呢？银行得规避风险，懂不懂？而且这是规定，没公证，天王老子来了也取不走。拿2万块钱做公证，光手续费和跑腿的时间成本都不止几百块，你们这不是折腾人吗？话完，他没再理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桌面。看到他的举动，一股火从我心底猛地窜了上来，但我还是压着火气，尽量平静地问：那请问办公证书都需要什么材料？面对我的提问，他看都没看一眼，转头跟旁边的同事聊起了昨晚的综艺。我紧紧攥着那2万块的存单，指节发白，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和这种人吵架，除了被保安架出去，没有任何意义。行，讲规定是吧？我跑。接下来的整整1下午，我没想到我成了踢皮球大赛的专用球。小伙子，按规定，继承权公证需要死者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到场签字，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他们都去世几十年了。那就去派出所开死亡证明，证明他们都死了，还得开个证明，证明你爸没有其他非婚生子女，也没有其他遗嘱。听到办公处的人说完，于是我又跑到派出所，而警察叔叔一脸无奈道：小伙子，这种父子关系证明和无私生子证明，早在几年前部里就发文取消了，我们只管户籍，哪知道你爸在外面有没有私生子，这不科学啊，我们也开不出来。直到天黑，我跑断了腿，除了满身臭汗，手里还是那几张废纸。我又回到了银行大厅，柳如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见我2手空空的站在那，她嗤笑了一声，转头对旁边的同事，声音故意很大：瞧见没？就是那个穷鬼，2万块钱跑了3天都没跑下来。我要是他，早找块豆腐撞死了，丢人现眼。听到他的话，我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随即怒吼道：你叫密码呢？赶紧叫你们负责人出来。负责人，呵呵，行长不在，但你若要闹事，保安。我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行长办公室。大堂经理怕事情闹大，连忙拦住，把我领进了一间挂着行长助理牌子的办公室。门推开，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只见老板椅上坐着一个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男人，楚生。3年前，他是信贷部主任，我是他手下的王牌客户经理。因为我拒绝帮他那个做房地产的小舅子批一笔明显违规的烂尾楼贷款，他联合人事部给我扣了个业务能力不达标的帽子，逼我净身出户，甚至在行业内封杀了我半年。这不是咱们信贷部的天才江13吗？楚生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的肥肉堆成了一朵菊花，那种眼神充满了戏谑、鄙夷，还有一种猫捉老鼠的快感。怎么？听说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回来求我赏口饭吃？楚生，原来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难怪这银行的风气这么臭。我冷笑一声，随即把存单往桌子上一拍。我来取我爸的遗产2万块，你们柜员卡着不给，要我证明我爸没有私生子，派出所开不了，公证处办不了，这是死循环。作为负责人，你给个特批或者签个字。陈建功扫了一眼存单，又看了看我，笑了笑。江13啊，江13，你以前不是挺懂行的吗？怎么越活越回去了？随后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恶狠狠地说道：特批当然可以，只要我签个字，甚至不用公证，钱就能取。但是我凭什么给你签？这是客户的合法权益。呵呵，合法权益，在我这儿，我的规矩就是权益。别说你手续不全，就算你手续全了，只要我在这一天，这钱你就别想痛快拿走。有种你去法院告我啊，去银保监会投诉啊，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2万块值得你请律师吗？听着楚生这番话，我沉默了片刻，随后重新收起存单，面无表情道：楚生，30年河东，30年河西，做人别太绝。哈哈，江13，我就绝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好听点，你现在是个自由从业者；说难听点，你现在就是个无业游民。赶紧识相点，给老子滚！我看着他油腻的脸和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随后，办公室里传来了他肆无忌惮的嘲笑声：江13啊，江13，你以前在信贷部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现在连这点事都搞不定了？
3个月后，我坐在电脑前，熟练地剪辑着视频。自3年前离开银行后，我并没有像楚生想的那样潦倒，相反，我利用自己在金融圈摸爬滚打10年的经验，做了一个财经自媒体账号13才知道，专门深扒那些坑害老百姓的金融骗局、合同陷阱、保险套路。短短3年，粉丝已经突破了300万，在圈内人送外号“金融照妖镜”。就在我刚准备上传一期关于校园贷的扒皮视频时，手机响了。喂，是江13先生吗？我是。这里是大吉发银行城南支行法务部，关于您父亲顾江平生前的一笔100万个人经营性贷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贷款？我爸什么时候贷的款？多少钱？今年3月份贷的，本金100万，加上这3个月的利息和罚息，一共是108万。100万？我爸那个为了省5毛钱菜钱能跟小贩砍价半小时的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会去贷100万？更何况3个月前我去取2万块的时候，系统里明明显示没有任何负债，否则当时就会被直接扣划了。就在我想着的时候，电话换了个人，楚生那标志性的公鸭嗓传了过来，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喂，江13，别装死。楚生，我听到是楚生在电话那边讲话，眯起眼睛，随后按下了通话录音。没错，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当初你不是说你是唯一的儿子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我告诉你，合同是你爸今年3月15号签的，合同白纸黑字，还有你爸的签名和指纹。3天内不还钱，法院传票就送到你家门口，到时候冻结你的资产，让你上失信名单。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城市混？就是你爸借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今天？现在人死了就想赖账，没门！赶紧想办法卖房卖车还钱吧。3月15号签的，对，记得清清楚楚，赶紧筹钱吧，大孝子。挂完电话，我看向墙上的日历，走上前翻回3月份的那一页，只见3月15号那一天被红色的马克笔重重的圈了起来，旁边还写着几个字：脑梗 ICU。好家伙，真是一出好戏！取2万块的时候，我是路人甲，需要证明我爸是我爸；还要这100万假债的时候，我立马变成了亲儿子，连 DNA 都不用验了。楚生，本来我还在想怎么收拾你，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把你的皮扒下来。随后我拿起手机点开了微信，找到了置顶的一个头像，吓人，我的好基友，也是行业里最顶尖的审计师，人送外号律政先锋。老夏来活了。哟，稀客啊，又是哪个不开眼的金融机构惹到我们江大神了？说吧，查谁？大吉发银行城南支行，楚生，帮我查一笔今年3月15号放款的100万经营贷，借款人是我爸江平，我要知道这笔钱的全部流向，越细越好。还有，帮我查查那家收款公司的底细。江伯父，那不是误草，这楚生简直是畜生啊！死人的钱都敢坑，给我2小时，哪怕他把钱洗到火星去，我也给你拽回来。谢了，老夏。还谢什么？都这么多年的兄弟。我站在银行的门口，整理了一下衣领，我为此还特意带了一个微型摄像头，用于直播。最后又确认了手机录音已开启。我像上次一样，重新找到行政助理的办公室，随后推门而入。只见楚生正把腿翘在办公桌上，手里夹着一根软中华，烟雾缭绕。柳如烟站在一旁，正在给他捏肩。楚生看见我，没有起身，只是用夹着烟的手指了对面椅子。这不是江天才吗？来得比我想象的快啊！钱凑齐了吗？要是没凑齐，今天这门你可不好出啊！我看着楚生依旧得意的样子，心中冷笑。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楚行长，100万不是小数目，我一时半会真拿不出来，能不能宽限几天？正给楚生捏肩膀的柳如烟听到我这话，先是翻了个白眼，随后走到我面前，嗤笑了一声。宽限？银行是你家开的，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还不上怎么办？现在人死了就想赖账，没门！我不是想赖账，只是我爸这辈子最恨做生意，他怎么会突然带这么多钱去做生意呢？而且还是在他身体那么差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先看看合同？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爸亲签的？楚生嗤笑一声，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像丢骨头一样丢到我面前。不到黄河心不死，看吧，看仔细了，白纸黑字，赖不掉的。我拿起合同，双手装作颤抖的模样，随着合同的翻动，这份合同和我想的没错，实际上是伪造的。这上面签名处虽然签名是我爸的名称，还有指纹，但是这个笔迹显然就是有人抓住手，或者用力刻意写出来的。这字迹看着不太像我爸平时的风格，虽然歪扭，但笔锋太硬了。江13，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啊？福尔摩斯？还查起笔记来了？人老了手抖很正常，而且当时是在银行柜台签的，紧张不行吗？你不会是想说我们伪造合同吧？这可是有监控录像的。有录像，太好了。那我能看看录像吗？只要看到我爸签字的视频，我二话不说，立马把老房子卖了还钱。楚生听到我这样说，脸色微微变了下，只见他迅速收起腿，坐直了身体。录像是银行内部机密，你说看就看。再说了，当时设备正好在检修，只有现场照片。少废话，今天你要是不还钱，我就让法务部起诉你。楚行长，非要逼死我吗？
是你爸逼你的，不是我。父债子偿，这就是规矩。我随即抬起头，那一刻，我脸上伪装出来的软弱、惊慌和无助，像潮水般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积压了3个月的，如同猎鹰锁定猎物般锐利的寒芒。哼，规矩好，那咱们就好好讲讲规矩。楚行长，这钱我恐怕不能还。话音刚落，柳如烟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叫起来。江13，你想坐牢来？保安，保安呢？别急着叫保安，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转过头，目光如刀般刮过柳如烟的脸。3个月前，我来取那2万块遗产的时候，柳大柜员，你可是教育过我的。你说户口本只能证明他在本子上是我爸，证明不了法律上我是他唯一继承人，对吧？柳如烟愣住了，脸色瞬间一僵，那是他说过的原话，每一个字都像回旋镖一样扎回了他身上。既然取钱要证明我爸是我爸，要证明我是唯一继承人，我步步紧逼，身体前倾，死死盯着他们。那现在让我替父还债，是不是也得走个流程？咱们得双标，哦不，得标准统一啊！楚生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眼神开始游移。你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请你们现在出示一下：第一，公证处开具的父子债务继承确认书，证明我是这笔债务的合法继承人。哼，派出所开具的无其他私生子证明，万一我爸在外面有别的私生子呢？这负债100万，是不是得大家平摊一下？不能光逮着我一个人坑啊！你说是不是？第三，还得证明这合同上的顾江平就是我父亲本人，而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江13，只见楚生猛地拍而起，脸涨成了猪肝色。你在这跟我扯什么蛋？取钱是取钱，还钱是还钱，合同上身份证号写得清清楚楚，你赖得掉吗？你也知道赖不掉。我猛地站起身，那一瞬间爆发出的气场，竟逼得楚生下意识后退了半步。我的声音如雷霆般在办公室里炸响。取钱的时候我是路人甲，你们层层设卡，要我不死不休的跑断腿开证明，把我当球踢。还钱的时候，我摇身一变成了亲儿子，连核实都不用，直接让我卖房卖车。我指着楚生的鼻子，怒火再也压抑不住。这银行是你家开的，法律是你定的，好话赖话全让你一个人说了。楚生被我吼得气急败坏，手指颤抖着指着桌上的文件。少废话，合同就在这，这就是铁证，你不还也得还。我听着楚生这番话，只是冷笑一声，眼神轻蔑的像是在看一个小丑。你管这堆废纸叫铁证？楚生，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是3年前那个任你拿捏的小职员？你是不是忘了，这3个月我除了做视频，还在等你露出马脚。我随即拿出手机，点开相册，调出一张照片，直接对到了楚生那张油腻的脸上。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3月15日当天的照片。那天我就守在市2院 ICU 门口。照片上，父亲插着呼吸机，脸色苍白的躺在病床上，监护仪上的数字冰冷的跳动着。那天我爸脑梗复发，全天24小时都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身上插着管子，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医生、护士、监控录像、住院记录全都有。楚生看着那张照片，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了，他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眼珠子瞪得滚圆，额头的冷汗瞬间就下来，顺着脸颊滴落在光洁的办公桌上。请问楚行长，一个在 ICU 插着管子、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老人，是怎么从医院瞬移到你这办公室签下这份装修贷款合同的？难道你会通灵术，还是你假造合同？这楚生嘴唇发白，结结巴巴的想要辩解。可能是我记错日期了，对，可能是提前签的。记错日期？那你看看这个。手中的手机猛地一震，是下人发来的最终证据包。我滑动屏幕，将一张张清晰的银行流水截图和工商信息图展示在他眼前。就在刚才，我的朋友查到了这笔100万贷款的资金流向。我盯着楚生惊恐的双眼，一字一句的宣判：3月15日下午2点，款项从银行放出，直接打入了一家叫腾龙建材的公司。这家公司是1个月前刚注册的空客，法人代表叫李大龙，而李大龙正是你楚生老婆的亲弟弟，也就是你的小舅子。楚生浑身一软，瘫坐在老板椅上，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眼神里满是见了鬼般的惊恐。钱进账后10分钟，分3笔，通过地下钱庄洗了一圈，最后又转回了你楚生的海外个人账户。我将手机重重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巨响，震得柳如烟浑身一抖。楚生伪造金融票证、职务侵占、贷款诈骗，这100万根本不是我爸贷的，是你利用他的身份信息监守自盗。我俯下身，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楚行长，恭喜你，起步15年。啪的一声脆响，柳如烟手里的茶杯摔得粉碎，她脸色惨白，双腿发软，直接跪在了地上，那一脸的浓妆都被眼泪冲花了。不关我的事，江哥、江爷都是楚生逼我干的，我是被强迫的。他说那是死账，人死了死无对证，没人会查，我只是个柜员，我没办法啊。楚生却在绝望中爆发出一股疯狂，他猛地扑过来想抢我的手机，把你手机给我，删了，快删了，这是违法的，你窃取银行机密。我早有防备，侧身一闪，反手一个擒拿，直接将楚生那肥硕的身躯狠狠按在办公桌上。楚生的脸被死死贴着冰冷的桌面，肥肉被挤压变形，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我的手像铁钳一样扣住他的手腕，凑在他耳边冷笑道：窃取不，
这是正义的馈赠。还有楚行长，跟你打个招呼，你知道我的账号叫什么吗？13才知道。我用另一只手举起手机，将屏幕正对着楚生那张扭曲变形的脸。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正在直播，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加，弹幕如瀑布般疯狂刷屏。我操，太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人贷款。严查，必须严查！畜生啊，连死人的钱都坑！刚才我要你证明我爸是我爸的时候，我就已经开了全网直播，现在全网都在看着你。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楚生彻底崩溃了，他眼泪鼻涕横流，毫无尊严的哀嚎起来。别播，求求你别播！13不，江哥，看在老同事的份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钱我赔，那2万块我10倍赔给你，放我一马吧。你有老有小。我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无尽的厌恶。那我爸呢？他躺在冰冷的地下，还要背上你给的100万黑锅。刚才让我卖房卖车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且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长空。天，警车来了！我松开手，嫌弃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我进门之前就已经把老夏整理好的证据链发给了金针大队。听说金针的茶比你这儿的好喝，你去慢慢品吧。大门被猛地撞开，数名身穿制服的金针警察冲了进来，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楼层。警察都不许动，接到举报，这里涉嫌一起重大金融诈骗案。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楚生的手腕，也锁死了他的后半生。1个月后，午后的阳光明媚，驱散了连日来的阴霾。大吉发银行城南支行的门口，招牌依旧闪亮，但里面的人员已经大换血。我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那张终于兑现的2万块存单，旁边还有新任行长亲自送出来的道歉信，以及那100万虚假贷款的结清证明和撤销征信不良记录通知书。就在昨天，新闻报道了案件结果，原大吉发银行城南支行行长助理楚某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涉案柜员刘某判处有期徒刑3年。回到工作室，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录制这期视频的结尾，手里摩挲着父亲留下的那块老上海手表。我对着镜头缓缓说道：2万块钱，在这个时代可能买不起什么奢侈品，甚至不够很多人1个月的开销。但这笔钱是我父亲那个年代的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尊严，我拿回了属于我的2万块，也洗清了父亲身上的100万污名。我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直视着镜头，仿佛在看着每一个屏幕后的灵魂。我也想告诉在座的各位，我们在规则里循规蹈矩，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正义。但如果有人想利用规则变成恶魔，把老实人当傻子欺负，那么我不介意变成那个把规则砸碎再重新拼好的猎魔人。我是姜13，下期见。